充电自然爆炸。如果是晚上11点半，如果放在床头充电怎么办？起码啊。AF 那过来打。人小孩子刚玩着呢，小孩子玩着呢，突然就爆炸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2025年的9月7号的下午，江苏徐州一个普通家庭像往常一样热闹温馨。客厅里，几位大人围坐在一起聊天，3岁小男孩在沙发上蹦跳着，一边看着动画片，一边咯咯地笑着。他手里握着的是家人买给他的小玩具，一部已经用了1年多的小米手机。然而呢，平凡的一天却在瞬间被打破。只听砰的一声巨响，孩子手里的手机突然间闪出了火光，随即爆炸起火，客厅内一片惊慌，男童吓得大哭，手机也被他下意识地扔了出去。爆炸发生的极快，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火焰窜起，烟雾弥漫，一片狼藉。家人冲过去一看，孩子左手和下肢已被烧伤，皮肤发黑，部分水泡已经破裂，伤情令人触目惊心。男童姨妈宋女士告诉记者，我们始终都想不明白，一台日常使用没有任何异常的手机怎么会突然间爆炸呢？宋女士语气中满是焦虑与愤怒。据悉呢，这部手机是宋女士在网上为姐姐购买的，型号为小米13，1年多来从未出现任何的故障，也未进行过任何的维修或者是改装。事发时呢，手机并未充电，孩子只是在沙发上边跳边看视频。据悉呢，目前小米官方客服已经介入，手机残骸已被取回，将送往研发中心检测爆炸的原因。但是截至9月9号，小米尚未发布正式声明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事发时手机并未充电，这就排除了边充电边使用导致发热的常见的情况。最终原因呢，还需要小米官方的检测报告才能够确诊。这起事件迅速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，尤其是小米13用户群体当中呢，引发了强烈的不安与恐慌。有网友说道：“我现在就在使用小米13，看完视频手都在抖。”那还有不少网友表示呢，自己小米手机在日常使用时呢，也会经常出现发热严重、边充边烫等情况。有网友感叹：“我的小米手机玩游戏都烫得像块铁板，哪敢让孩子碰？”更有用户回忆到呢，曾因屏幕问题多次返修而无果，最后直接换手机了。如今一部手机可能带来便利，也可能毁掉一个家庭的安宁。然而呢，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。2025年7月31号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视频曝光称，自己一部小米手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，突然在沙发上发生爆炸，所幸当时无人靠近，没有造成人员伤害。事发以后，该网友第一时间联系了小米售后，希望得到解释与处理。然而呢，售后人员却以手机曾经摔过、后屏摔碎为理由，拒绝承担任何的责任。但当事人坚称，手机此前并没有摔坏，后盖也是完整的。如今之所以出现碎裂，是因为电池爆炸威力过大，直接把后屏震碎了。无独有偶，2025年的3月24号，河南洛阳一位网友的小米手机也在室内爆炸。网友称，事发当天，这部小米手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征兆，它没有过热，也没有充电，手机突然间爆炸，火焰迅速蔓延，瞬间吞噬了整间屋子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以至于屋里任何东西都没能幸免。火灾迅速蔓延，整个房间成了火海，家中的家具、电器，甚至是墙壁，都在烈焰中变得支离破碎。最终，这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把整个家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失去家园的这家人如今是四处流浪，居无定住。更让人感到无奈的是，这个家庭本是忠实的米粉，从手机到烧水壶，从智能家居到电动牙刷，小米产品几乎涵盖了他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。
他们信任这个品牌。然而，这次的爆炸彻底打破了他们对这个品牌的信心。网友透露，小米公司没有任何人出面处理此事，导致一家人陷入了极大的困境。与此同时，网络上关于小米产品质量的质疑声一直都不断。有网友晒出了一段视频，称自己小米设备在一次意外中被撞飞10几米，结果机身立刻弯曲变形。该视频引发了不少的共鸣。有人调侃说这是豆腐渣工艺，那么也有人担忧呢，如果这种产品发生在更危险的场景里，会造成多大的后果？而不仅如此，小米其他产品也被爆出了安全隐患。2025年7月28日，四川一位网友也在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段令人后怕的视频。画面当中，一只小米手表被烧得焦黑，桌面上还留有明显的灼痕。网友回忆道，这块手表是去年才买的，本来是给孩子日常佩戴的，没想到当天手表静静放在桌子上，突然间就冒起了火苗，并且迅速自燃。网友在视频中说，要是当时孩子正带着它，后果简直是不敢想。话语里透着后怕，也让不少网友替他捏了一把汗。不仅如此，中国品牌华为也被网友点名，称其产品问题频出。华为手机突然爆炸，看这质量是真够好了，谁还敢用华为？还有一位网友的哥哥坐高铁出差，手机放在裤兜里，结果没多久他就觉得大腿位置一阵灼热。起初他以为只是列车的空调开得太低，冷热温差造成的错觉。可是随着温度越来越高，他明显感觉手机像一个小火炉在烫人。等他赶紧掏出来时呢，皮肤已被烫得通红了。事后检查发现是华为的 P2070 Ultra 手机长时间发热，导致了类似低温烫伤的情况。上次很多家人说我哥这腿是低温烫伤，不负众望，确实68了，而且号还在，视频也还在，是不是证明我们这不算黑子？现在的情况就是方呢联系了我们，给的方案呢就是要检查一下手机，可以给我们换台新的。然后呢，我个人觉得呢有点瞎捣乱，这情况下感觉男士还可以，那要是个女生可怎么办呀？大家觉得这方案合理吗？说实话，我觉得有点离谱，确实不知道怎么能弄成这样。6月10号，一位网友也发视频吐槽他新买的华为手机。华为 Mate 60 Pro，7000块钱买个手机还送发动机，太良心了，笑死我了！听听这发动机的咆哮声，自带 V8，太猛了！这什么玩意儿？发动机键，这就是发动机键吗？起初呢，他以为有噪音只是系统在运行，没有太在意。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大了，竟然像极了发动机启动的轰鸣，震得人心慌。调侃之余，却难掩网友的失望。本来是期待已久的高端设备，如今却成了一台随身小发动机，让人啼笑皆非。近期，华为的折叠屏手机也是频频被用户爆出质量问题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。2025年7月26号，河南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控诉，讲述自己触目惊心的经历。2025年7月11号，在这个华为店买的这个 Mate X6 典藏版手机，仅用了8天，在7月19号发生爆炸。来了一个电话，还没接通呢，手机发生爆炸，把我这个手3根手指头炸伤了，脸炸了一块。完了，我想呢引起社会的关注，完了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一下华为这个X6机式，大家太危险了。发生爆炸以后，我找到这个华为店，完了给解决，到今天为止迟迟不给我解决。我想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，谁来处理这个事儿，能管一下这个事儿。视频发布之后，引发大量网友关注与热议。有人痛斥高端机的价格、安全却得不到保障，也有人质疑这样的事故为何迟迟没人负责。
那除了爆炸事故呢，其他用户也爆出了类似的问题，很多晒出自己购买的 Mate X6 折叠屏手机出现故障。就这华为这个3折叠这个破手机，这用了不到1年，已经绿屏过2次了。第一次绿屏，他非说我是把这个轴这块有一个什么这个地方磕着了，实际上我一点都没磕着它。那磕着了，他为什么不早的绿屏呢？然后他就非说我这个有问题，不给免费换屏。然后结果人第2天自己好了，不绿屏了，那怎么解释呢？你不说我磕坏了吗？然后自己好了吧，这又过了2月，又这样了。这手机啊，这就是华为3折叠，谁买谁上当，售后也超级差。你看什么玩意儿，用了不到1年，没磕没摔。华为 Mate X6 什么版？尊享版，漏液了。哇哦，真的是才买了一个月吧，1个月不到啊。太坑了，真的是。另外一位四川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扰，她购买的华为折叠屏手机仅仅使用了2个月，就在没有任何磕碰的情况下无故漏液。她找到华为的门店寻求售后，工作人员却表示漏液属于人为的损坏，即便手机还在保修期内，也需要用户自费维修。这回应令当事人十分的愤怒，他要求出具检测报告，但工作人员迟迟拿不出来，这让他质疑华为的质检流程形同虚设。那么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将自己的遭遇晒到网上，华为的折叠屏手机的质量问题和售后的态度成为了热议的话题。有人表示呢，花高价买来的旗舰机却换来的频繁的故障与推诿，让人心寒。自从华为推出首款3折叠屏手机以来呢，相关的质量问题就不断的被用户爆出。有网友总结了使用过程中遇到的10大坑，这其中呢包括屏幕漏液、坏点频出、通话时无故挂断、耳机频繁自动切换为外放、拍摄照片莫名的消失、搜索功能失效，以及海外通话和应用受限，甚至称出国后这部手机几乎成了废物。此外呢，他还遇到过屏幕滑动反应跳转、身份验证无法通过、社交软体转发失灵、微信操作频繁出错等等的问题。而且呢，还不仅是折叠屏问题，华为另一款旗舰机 Pure 70 Ultra 也爆出了存在安全漏洞。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视频，声称华为手机存在严重的安全漏洞。一名网友上传的视频中显示，他并未输入密码，也没有进行真人的面部识别，而是用另一台平板展示的一张照片，便多次成功解锁了手机。我操，开了！我操，开了，看到吗？为了证明并非偶然，他还特意采用了多机位拍摄，从不同角度完整记录了整个的过程，而且呢还戴上头套，把自己脸部给遮住了。开了，看到了吗？是吧？我这附近没人吧？我这没有别的人吧？对吧？他是不是开了？我刚刚手指头没碰过他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开了？这老六我真的服了。行，我再录。我开了。短短几分钟的视频迅速引发了热议，许多网友表示担忧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人脸识别岂不是形同虚设了？那么也有人质疑呢，这么高端的旗舰机，安全性怎么会出这种问题？目前这段视频已经被该网友删除，当事人也没有再回应此事。有观点分析认为，很多中国产的手机在系统层面存在隐私与安全的隐患，由于预装了某些内置程序，用户数据可能面临被收集或监控的风险。即便将设备带到海外使用，网络流量依然可能被重定向回国内，导致用户无法自由访问部分的境外网站，只能是浏览受限的内容。分析人士呼吁消费者在选购时应该更加的谨慎，充分考虑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。国产电子产品的安全问题并非只存在于手机，
7月7号，中国多家媒体报道表示，有一款充电宝在充电过程中突然爆炸，而这款型号并未在此前的召回名单当中。事实上，仅在前一天，总部位于深圳的知名充电宝品牌罗马士才因质量问题宣布停工停产。此前呢，高校集中排查其某型号产品，引发了行业的震动。随后，罗马士与安克合计召回了超过120万台。6月底，民航局甚至紧急下令，禁止乘客携带无3C 标识或问题批次的充电宝登机。与此同时，安普瑞斯旗下70余张3C 认证也被暂停或撤销。一位网友更是惊魂未定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事情发生在2024年10月，他声称2022年送给妻子一个充电宝突然间燃烧，火光几乎吞没了整个的房间，差点酿成大祸。幸好当时是人在家里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气愤地说，再买这种颜值当卖点的产品，我就是狗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